现在测的是春风800NK， 上有牌的试售车，1900公里。这台呢属于中配，液晶屏是小屏，带有快排和前减震阻尼可调。这个版本呢也是最受欢迎的。动力呢比 KTM 790要弱一点。790呢我测出来的成绩是 3.2 秒，那么这台呢测了2组，有4次都是 3.3， 成绩还是挺稳定的，在排行榜中排名第14位。0到50呢用时 1.4 秒，50到100用时 1.9 秒，0到200米呢用时 7.3 秒，尾数是 159.7。它和 KTM 790主要慢在后段，也就是50到100。对于这个动力级别来说，0到50它的极限值在 1.3 到 1.5 之间，主要取决于你车辆结构的极限，也就是轴距、车辆重心还有前后轮的重量分配比例。但当50到100呢也进入 1.5 秒的时候，它也会上升为结构限制，动力再大它也只会翘头，根本没办法发挥它的动力。所以为什么公升级很难跑进 2.8 秒，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这。0到200米呢用时 7.3 秒，基本上持平了同样100马力的川崎 Z900RS。 同时呢我还测了3种模式下2档50到100的加速，运动模式50到100 2.0 秒，40到100 2.5 秒。而街道模式下的成绩呢，50到100用时 2.2 秒，40到100 2.6 秒。雨天模式下呢差距是最大的，在这一期视频就详细分析有了。50到100用时 2.7 秒，40到100用时 3.2 秒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列表，运动模式和街道模式马力相差不到1匹，怎么40到100差 0.1， 而50到100却差 0.2 呢？50到100不是用得更多的是高转动力吗？怎么差距还要更加大？这样是不是一目了然了呢？可能大家还是联想不到，那再加上这个吧。2档40到100用到的转速是3500转到9000转，而50到100用的是4500转到9000转。现在再来回到这个图就明白了，50到100基本上用的都是差距带，40到100呢用的比例要少一些，所以差距也就小一些。雨天模式下差距就比较大了，无论从马力和扭矩看都是如此。官方说呢相当于500排量的动力。2档不管是50到100还是40到100都和运动模式差了 0.7。 那么运动模式下测出来的百公里加速是 3.3 秒，那么雨天和街道分别又是多少呢？从50到100的成绩再对应我加速排行榜里面的数据，你就可以查到大概在什么区间范围内。运动模式下2档测呢50到100用时 2.0 秒，而用1档起步用时是 1.9 秒，所以街道模式下50到100应该在 2.0 到 2.1，加之它的轮上90匹的动力，所以0到50呢也是动力过剩的，所以它还是能跑到 1.4 的。 1.4 1.5 加上 2.0 2.1， 所以街道模式下它百公里加速大概在 3.5 秒左右。接下来是雨天模式，50到100呢大概在 2.5 到 2.6 左右。由于马力和扭矩都有不小幅度的削减，所以0到50很有可能在 1.5 秒左右，而50到100在 2.5 到 2.6，所以雨天模式下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在 4.1 秒左右。这是我改车后检查动力是否有提升最常用的测试方法，只测50到100就行了，也就没有必要每次去弹离合了。因为0到50你动力再强，它的结构已经决定了你的极限值了。3种模式的成绩 3.3 秒 3.5 秒 4.1 秒，这样呢把模式换成数据，大家就有个概念了。这也是我为什么花很多心思去收集数据的目的之一，能更加通俗易懂。这台车的调教明显没有790那么暴躁，极限的动力差别不是很大，但是它动力来的过程要比790缓和了很多，特别是雨天模式。而且起前坐姿呢有点偏休旅车，车把再降一点就好了。而且后减震的调教也很软，看来调教的方向更偏向于舒适。而且这台发动机呢没有 KTM 790那么容易热，操控感呢也没有那么直接。其实他们的调教基本上是2个方向，这台呢更加适合旅行，而 KTM 790呢更适合公弯。